好臭呀！这是哪里？怎么比爹爹宫里的茅厕还破？小女娃的嘴巴明明闭着的，是心声。我们能听见这孩子的心声。好可怜哦，一个胳膊断了，一个快死了。爹爹说凡间好玩，骗人。这里的人也太惨了，比仙界收垃圾的金翅大鹏都寒酸。这是青云宗唯一的看门狗，大黄，已经3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好瘦的狗狗都饿成这样了，唉，这破地方连狗都喂不饱。算了，碎碎请你吃糖豆吧。九转金丹，沈长清这辈子只在上古典籍的残页里见过这个名字。据说一颗九转金丹便可令筑基修士植入金丹，脱胎换骨，而碎碎一下子掏出了2颗，要喂狗。这糖豆都过期好久了，甜味都没了，难吃死了。过期的？300年的九转金丹叫糖豆，嫌它过期不好吃，给狗狗吃刚刚好。一条凡界土狗，2颗过期金丹，直接开了灵智，凝出了灵兽之体。狗狗变漂亮啦，跟爹爹养的天狼有一点点像呢，就是小了一滴滴。天狼，上古神兽，传说中天帝座下的坐骑。这丫头的爹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冲呀，去那个破房子看看。哇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法阵都没有，灵气稀薄的跟没有一样。爹爹宫里的茅厕都比这里灵气多好多哦。茅厕这个词扎心了。这个姐姐好可怜，眼睛看不见了。在仙界的时候，四叔说过，他随便搓个丹就能治好。四叔好厉害的。姐姐，你蹲下来嘛，碎碎给你吃糖。吃掉吃掉，这个糖糖是甜的哦，四叔做的，可好吃啦。师妹，你怎么了？我能看见了。四叔的糖豆就是好使，就是这瓶也快过期了，回头得叫四叔再搓一批。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天天就知道钓鱼。他这一辈子经历过宗门鼎盛时的万人来朝，也经历过丧家之犬的绝境，自认心性如枯井无波。可此刻手在抖，腿在抖，连那把破椅子都跟着一起抖。九转金丹叫过期的糖豆，能治愈灵根尽毁的仙丹也叫糖豆。四叔随手搓丹如搓泥丸，天天钓鱼还嫌咸。爹爹养着上古天狼当宠物，住的地方叫宫。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小仙子，请问你从何处来，又为何降临我青云宗？碎碎迷路了呀，爹爹说让碎碎去东海龙宫找七叔拿点礼物，结果路上碰到一个好大好大的黑洞洞，碎碎一不小心就掉进来了。碎碎想回家，在碎碎回家之前，你们能不能让碎碎住在这里呀？青云宗恭迎小祖宗。哥哥的胳膊废掉了，跟用一只筷子夹菜一样。爹爹说练剑要双手协调，他这样练一辈子也没用。但是二叔教过碎碎接经脉的。哥哥，你那只胳膊是不是废掉了？
小祖宗，你会？会的，二叔教的。别说话，影响岁岁数学位。别动哦，岁岁还没扎完呢。哥哥疼吗？二叔说接经脉就是会疼的，疼完就好了。不疼，就像拔牙，拔完就能吃糖了。哥哥加油！好啦，哥哥试试看。谢谢你，小祖宗。不客气，哥哥以后可以用2只手练剑啦。其实岁岁扎的不太好，二叔要是看见了，肯定说第3针偏了半分。但凡人的经脉比较粗，偏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吧？应该吧？没关系的。祖宗大恩。沈爷爷，这里太破了，岁岁住不惯，要修一修。哇，这个屋顶都漏了，下雨不就变洗澡堂了吗？难怪这里的人这么弱，炉子都裂了，跟拿漏勺煮汤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是五叔上次给岁岁玩的巨灵种子，五叔说埋进土里浇点水就能长出巨灵树，一棵树能管方圆10里的灵气。五叔种了一院子，天天躺在树下睡觉，可懒了。岁岁给你们浇水哦，快快长大。谢小祖宗，青云宗绝不辜负这份恩情。沈爷爷别哭了，岁岁还没修完呢。这个是六叔给岁岁的护门牌牌，六叔说插在门口，方圆10里都进不来坏人。先借给你们用吧，反正六叔那里多的是，回去再要1块就好了。六叔最大方了。这个狗尾巴好暖和，比七叔送的冰蚕丝被差了100倍，但是毛毛的，岁岁喜欢。派主，苍梧山那边有大动静，那道金光方圆100里都看见了。弟兄们说守候山灵石整个都炸开了，还有那股灵气的味道，派主那气息比咱们宗门1整年的还浓。有意思，明日去苍梧山走一趟。青云宗的废物们，出来接客！沈老头，昨晚那道金光是怎么回事？你这破庙里藏了什么宝贝？赶紧交出来！赵铁柱，上次搜刮不过半个月前，你们又来做什么？给你们1炷香，把宝贝乖乖交出来。大爷今天心情好，可以少打几个人。要是藏着窝着，别怪老子拆了你们最后几间破房。快点吧，岁岁的高高要掉了。好多穿黑衣服的坏蛋，长得好凶哦。那个大胡子手里的棒棒好丑，上面还有刺刺，一点都不如岁岁的棒棒糖好看。一头灵兽，在这个穷得揭不开锅的青云宗里，好啊，沈老头，好啊，沈老头，藏得够深。昨晚那道金光，原来是一头灵兽降世。来人，把那条狗给老子拿下！他们要抢岁岁的狗狗？别怕，岁岁在呢。没有声音，至少人耳听不见任何声响。下一秒，苍梧山炸了，无数双眼睛亮了起来。野猪王冲上了山道，猛兽潮水般向着青云宗涌来。沈爷爷，你看，岁岁叫了好多小动物来玩。爹爹说了，出门在外被人欺负了不能哭鼻子，要先叫帮手，帮手越多越好，能吓死人最好。打架多疼啊，吓跑就行了嘛。撤！快撤！黑山派弟子们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连滚带爬地跑了。喧嚣散去后，苍梧山重新安静了下来，但也没有完全安静。被岁岁召唤来的野兽走了一半，留了一半。这小祖宗，
这些能让他们回去吗？他们不想走呀，他们说这里虽然破，但是没有猎人放陷阱，住着安心。师尊，赵铁柱这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申长青和顾星河都知道，这场风波才刚开始。派主，那青云宗来了个邪门的小丫头，还有一头灵兽，还能召唤百兽。弟兄们被野猪追了5里地啊！派主，灵兽、百兽齐聚，有意思。传令下去，请天机阁的陆先生来一趟。在下天机阁陆衍，途经贵地，见灵气异常充沛，特来拜访。沈宗主不介意吧？陆先生远道而来，请进。站住！把碎碎的高高还回来，小偷！陆衍暗中催动了天机阁独有的秘术——洞威术。这门术法能洞察修士的修为根底、气运深浅，是天机阁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。陆衍的洞威术被反噬了，这辈子头一回。岁岁周身笼罩的气运，不，那根本不能叫气运，那是一片陆衍连看都不敢看第二眼的深渊，金色的、无边无际的，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深渊。陆衍只瞥了一眼，灵石就差点被撕碎。哼，抢回来了！这个人笑得好假哦，跟七叔偷吃零食被发现时一样，而且嘴角有血，是不是摔跤了？大人也会摔跤吗？你嘴角有血，是不是摔跤了？奇怪，这个人好紧张。碎碎又不咬人，哦不对，大金会咬。算了，碎碎让大金别咬就好啦。大金乖，这个叔叔不是坏人，大概吧。沈长青，在下身体偶感不适，叨扰了。今日拜访实属冒昧，改日再来请教。告辞。15年了，陆衍纵横天机阁15年，陆衍洞察过金丹大能的底细，窥探过化神老祖的气运，从未失手。今天被一个3岁的小丫头反噬到吐血，那是什么？那片深渊里竟然有血影，每一道都庞大到不可直视，超出了凡界的范围。此事不解。陆先生，价钱好商量。有些钱赚了是要折寿的。
凡界竟有这等造化，看来得亲自走一趟了。里面的人把巨灵神木交出来，塔主给你们一个机会，3棵树换你们全宗的命，公平的很。护心河跟金丹期之间隔着天墙，护心河还是拔了剑。师尊退后。最后一次。重移挡道，扫了兴致。你打沈爷爷啦！这个坏蛋打伤了沈爷爷，还打伤了哥哥。爹爹说过，谁对穗穗好，穗穗就要保护谁，保护不了就叫帮手，帮手不够就拿压箱底的。大虎，保护大姐！眨眼间，一头2丈高的猛虎凭空出现。华神，华神还恐怖。爹爹缝的大虎最厉害了，虽然丑了一点点。爹爹针线活好差，缝的老虎跟猪似的，耳朵都歪了。但里面封的是爹爹一缕神，什么来着？反正超厉害就对了。爹爹说遇到危险就把大虎扔出去，比什么都管用。有趣，越来越有趣了。看来亲自走这一趟是值得的。
没事，只是呛着了。骗人！碎碎看见了，手帕上有血。沈爷爷，你是不是要死了？你不能死，你死了谁给碎碎烙高高？不对不对，碎碎不能只想着高高。沈爷爷对碎碎很好的，每天把最大的饼子给碎碎，沈爷爷自己只喝汤汤。沈爷爷不能死，爹爹说凡人会死的。碎碎不要沈爷爷死！沈爷爷的身体好烂，经脉断了一大半，丹田裂了一条缝，肺腑里面乌漆麻黑的全是余毒。聚灵术的灵气只能养着不让它更差，但治不了根。这个比哥哥的胳膊难多了。找到了！这个符是四叔画的，一贴就好。老朽残躯，蒙小祖宗再造之恩。青云宗上下，生死追随，绝无二心。沈爷爷别磕了，地上好硬的，会磕出包包。凡人好奇怪，为什么一感动就磕头？爹爹说碎碎只用给爹爹磕头，别人不用的。沈爷爷好了就好了嘛，干嘛搞这么大动静？沈爷爷不咳了吧？那今晚多烙2张糕糕，碎碎想吃甜的。上次的糕糕太硬了，碎碎的牙都快咬掉了。好，给小祖宗烙甜的。好重的煞气，比那个黑衣服的坏蛋重100倍。来了，有个很坏很坏的人再过来。果然是巨灵神木，凡界不该有这种东西，既然有了，归我了。住手！你打沈爷爷了！爹爹说过，谁对碎碎好，碎碎就要保护谁，保护不了就叫帮手，帮手不够就拿压箱底的。不许打大鸡！大坏蛋，你欺负碎碎的人，碎碎不原谅你！这不可能！碎了，爹爹的铜钱碎了。爹爹说这个留着保命用的，碎碎答应过爹爹要好好收着。爹爹会不会骂碎碎？不会的吧？但是碎碎心疼。沈爷爷，大坏蛋打不动了，你快起来看看。沈爷爷，大坏蛋好凶好凶，碎碎刚刚有一点点害怕。沈爷爷，那个大坏蛋怎么办呀？扔掉吗？
爹爹说，坏蛋抓住了有2种处理办法，一种是交给管事的大人，一种是扔到垃圾堆里。就先搁这儿吧。大坏蛋，你还凶呀！小丫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老夫是黑渊塔塔主，你敢封我，整个黑渊塔不会放过！你说话好难听。好吵的坏蛋！爹爹说坏蛋被抓了还嘴硬的，就是欠收拾。七叔每次偷碎碎零食被抓到也是嘴硬，死不承认。后来碎碎把他的鱼竿藏了，他就老实了。这个坏蛋没有鱼竿，那就堵嘴好了。吃糕糕，吃了就不吵啦。他堂堂元婴修士，300年来杀人如麻，此刻嘴里被塞了块小饼，那股屈辱感比被封印还要炸裂10000倍。但饼子确实挺甜的，掺了灵蜜，入口即化，还带着一股暖融融的灵气。他已经300年没吃过带甜味的东西了。修炼邪功之后，他的味觉早已退化，入口的只有血腥气和腐臭味。可这块饼子的甜味居然穿透了邪功的侵蚀，实实在在的落在了舌尖上。他愣住了。300年来，他再没尝过甜味，今天尝到了。被一个3岁的小丫头一块一块塞进嘴里的。他捕捉到了一丝极其微弱却刺眼的信号，苍王山方向有超越凡界上限的气息波动。北非洲，去苍梧山。以至强之封印锁其根基，若被封者灵石未灭，可导其灵力，反哺封印载体所在之地。李塔主，委屈你了，沈长清，你最好现在就放了老夫，否则什么？你现在连根手指头都动不了。你的黑渊塔那个金丹期的手下，上次被小祖宗的布老虎吓得屁滚尿流，你觉得他敢来第2趟？你安心躺着吧，回头我研究研究怎么把你的灵力抽出来灌溉灵田。青云宗有救了。
化神大能被一道山门护法阵挡在了外面。这道防御法阵的品级超出了老夫的鉴定能力。老夫活了800年，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青云宗沈长清、天玄宗白鹤特来拜访。沈爷爷，外面有个白胡子老头在敲门，好长好长的白胡子，比沈爷爷的长3倍。小祖宗，那位是天玄宗宗主，化神期的大能，咱们得客气点儿。画什么？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人。白胡子爷爷，你找谁呀？小姑娘好，老朽天玄宗白鹤，听闻苍梧山异象，特来拜访。沈爷爷，白胡子爷爷说要进来玩，让不让呀？大金说他不是坏人，让他进来吧。有鬼！白鹤老匹夫，来看老夫的笑话。他是大坏蛋呀！前天来抢穗穗的叔叔，还打伤了沈爷爷和哥哥，穗穗就把他封起来了。白胡子爷爷，你认识他呀？他是你朋友吗？不算朋友。他说跟你不是朋友。大坏蛋，你好可怜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穗穗，你从哪里来？你的爹爹是什么人？穗穗从家里来的，家在很高很高的地方。爹爹就是爹爹呀，穗穗想爹爹了。沈宗主，从今日起，天玄宗与青云宗结为同盟，苍梧山之事便是天玄宗之事，不必谢我，谢他。沈宗主，玄冥宗已派遣执法长老南下探查。周晨化神初期，实力不在老朽之下，多加防范。今天的糕糕是甜的哦，沈爷爷加了双倍蜜。哎，这个封印认识穗穗。对啊，这是爹爹做的铜钱变的，爹爹做的东西当然认识穗穗。让大坏蛋坐起来。大坏蛋，你坐起来啦！这样穗穗喂你吃糕糕就方便多了。哈哈，大坏蛋终于不嘴硬了。七叔说的对，再凶的人也扛不住连喂3天。七叔原话是：再凶的龙也扛不住你爹连哄3天。差不多的道理。李塔主，请。自己吃不了，手被封着。穗穗喂你张嘴啊！甜了。甜的才好吃呀！大坏蛋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儿，吃胖了就不像骷髅了。师尊，
百合真人传讯，玄冥宗执法长老周晨最快3天之内到。李塔主，你在这坑里躺着，黑渊塔群龙无首，迟早被人吞并。与其等死，不如做个交易。我请小祖宗解开你部分封印，恢复行动能力，但修为继续封着。你替青云宗守山，风波过后，我请小祖宗放了你。交易可以，但老夫有一个条件。说，每天的饼加1块。封印，让大坏蛋的腿动起来。好高呀，比沈爷爷高好多，但是好瘦，跟竹竿一样。大坏蛋站起来跟躺着完全不一样，躺着像条咸鱼，站起来像根筷子，都不好看，得多喂几天高高才行。多谢。不客气，大坏蛋以后要乖乖的哦，不许打沈爷爷，不许抢碎碎的树树，不许凶碎碎的狗狗，答应吗？干着，谁反悔谁是小狗。玄冥境派的是执法长老周晨，化身初期，实力不在百合真人之下。我怎么能指望一个3岁的孩子，一次又一次掏出宝贝来替我们挡灾？我来，修为被封，但见识没被封。周晨那老东西有个致命弱点，周晨每次运功到极致时，灵视中就会浮现当初被他灭门的老妪面孔。只要在关键时刻给他来一出惊喜，哪怕一息就够了。周晨惯用寒冰领域，领域铺开到7成时，是他灵识最脆弱的窗口。面具要在那2息之内激发，早了没用，晚了领域成型便固若金汤。问题是谁来激发？小祖宗，后天需要你用那个面具吓一吓坏蛋，但在特别准的时候。大坏蛋，你叫碎碎，什么时候吓他？领域起，1成、2成、3成、4成、5成、6成、7成，7成就是现在！不行，慢了半息，要再快一点。再来！爹爹说保护家人不能马虎，快半息不行，慢半息也不行，要刚刚好，刚刚好就是最厉害的。够了。这是什么？碎碎也不知道，但是爹爹给的东西都有用的，关键时刻捏碎准没错。大坏蛋，明天要加油哦！
明天不管来什么坏蛋，穗穗都不让他欺负沈爷爷和大坏蛋。大坏蛋已经跟穗穗拉过钩了，就是穗穗的人了，谁都不许动。300年来，从未有人说过你是我的人，谁都不许动。青云宗沈长清，出来说话。沈长清见过周长老了。筑基巅峰，机缘倒是大。沈宗主，我此行只为一件事，交出那个孩子。一个来历不明的幼童，携带超越凡界上限的至宝若干，这种存在不该留在一个小宗门里。玄冥宗可以妥善保管，也可保他安全。他是我青云宗的客人，不是货物，恕难从命。我不喜欢重复第二遍。1成、2成、3成。4成、5成。6成、7。声波被回响阵放大30倍，化作无形冲击波穿透筋膜。恐惧本源器，这种东西凡界不该存在。坏蛋，吓死你！大坏蛋，穗穗算的准不准？时间对不对？准。周晨只是个探路人，玄冥宗绝不会就此罢手。
周晨走后，苍雾山安静了3天。偃月阵，弯兜朝向进攻方，2翼收拢，看好了。这里不对，敌人从这里切进来，两边合不拢。不愧是那个人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说你笨，再练10遍。哼，大坏蛋，你才笨！被碎碎一个铜钱就封住了。师兄，你看，他变了。大坏蛋，你今天笑了。没有。有的，嘴角翘起来了，就是笑。这是爹爹的血，爹爹找碎碎了。爹爹没有忘记碎碎，雪花落在身上，爹爹就能看到我在哪儿了。爹爹，碎碎在这里。那个随手做出封印元婴铜钱的人，真的要来了，要来了。爹爹应该已经知道碎碎在哪里了，可碎碎走了，沈爷爷怎么办？谁给大坏蛋喂高高？碎碎好想爹爹，也好舍不得这里。今天的高高加了灵芝碎，最甜的。沈爷爷，你以后能自己烙高高吗？自然能，老头子烙了一辈子饼，手艺还是有的。这个给哥哥，二叔说这是定心珠，修炼的时候心不会乱。谢谢小祖宗。不许叫小祖宗，叫碎碎。好看，姐姐好看。谢谢碎碎。姐姐别哭嘛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碎碎拍拍，不难过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多？大坏蛋，你说要加1块的，碎碎加了3块，赚了吧？大坏蛋，碎碎走了之后，你吃谁的高高啊？沈老头会烙。沈爷爷烙的没有碎碎掰的好吃。一样的饼，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的，碎碎掰的小小的，刚好1口1个。沈爷爷掰的太大了，大坏蛋嘴巴小，塞不进去。这是碎碎画的，送给大坏贴在你睡觉的地方，每天看就不会忘记碎碎了。不会忘，300年都不会忘。及格。才及格？后排支援跟前锋冲击之间有半息的断档，实战中半息够一个筑基修士穿插到你的指挥位里。这股气息不是周晨，是谁？司空轩。
强的坏蛋，比上次那个冰块脸强好多好多。大坏蛋都在发抖了。这个人面具可能不够用。青云宗的，本座只说一遍，那个孩子身上的东西交出来，孩子本座不伤。送天玄宗有白鹤看管，聚灵术留下，归玄冥宗，把阵拆除，献一炷香，不是商量。沈长清，把小丫头带到后山密道，走，老夫拖住她。大坏蛋，走。不走！小丫头，别闹！岁岁说了不走，大坏蛋你没有力量了，你去拖住他会死的。岁岁不要你死，你答应过岁岁的，拉过钩的。时间到了。爹爹说摇一下这个铃铛，不管岁岁在天涯海角，爹爹都能听到。但是爹爹也说了，赶过来的时候，中间的东西都会碎。天穹正中央被一股伟力狠狠撕裂，一道贯穿南北的巨大金色裂缝赫然显现。这种恐惧是他活了600年都未体验过的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无法压制的恐惧。岁岁，爹爹，岁岁想你了。爹爹来了，不怕了。糖都吃完了，铜钱碎了。爹爹陪你，赔100个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把我女儿身上的东西交出来。再说一遍，我女儿哭了。爹爹，那个就是欺负沈爷爷他们的大坏蛋。爹爹知道了。还有之前来的2个坏蛋，一个被岁岁封在了地上，一个被岁岁吓跑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群穿黑衣服的，被岁岁的小动物追跑了。我闺女真厉害。才没有，岁岁差点就撑不住了。铜钱用掉了，糖豆用光了，面具也只能用1次。要不是爹爹来了，岁岁就……不会的，爹爹永远都来得及。岁岁好困，睡吧，爹爹抱着你。爹爹不许走。不走。青云宗，沈长清，多谢照顾岁岁，改日再谢。修为封3年，自己回去。厉无咎在，他愿意护的人，我不动。封印3个月后自动解除，解除之后，你是继续当邪修，还是怎样，随你。但我女儿给你的东西，你最好收好了。爹爹没走，说了不走。爹爹快来，岁岁带你认人。然后你帮岁岁修一修这里。爹爹，这是武术的种子种的，长得好不好？府地的种子长势不错，但缺一道护根阵，补上。爹爹在帮岁岁补作业，爹爹最厉害了，以后就不用再淘兜里的东西啦。爹爹，岁岁做的好不好？好。清明剑典，
适合你的路子，别浪费了我女儿的金针。爹爹，你是不是明天就要带穗穗回去了？想回去吗？想，但也舍不得。小祖宗该回家了，爷爷一样都不会辜负。以后带弟子们去看你。等我练成清明剑诀，就第7层。姐姐说会帮穗穗照顾大灰、二灰、三灰和小狐狸。路上吃。猪大将军要拱坑，大灰要闻味道，花喜却爱偷亮东西，你得盯着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灵蜜饼要掰成小块，不许太快，会噎着。大坏蛋，不许再当坏蛋了！你跟穗穗拉过钩的，谁反悔？谁是小狗？记着呢。大坏蛋，你要好好的，穗穗会回来的。回来的时候带2块饼，带10块。穗穗走后的第1天，苍梧山安静的不像话，连风声都显得落寞。不用老了。万物皆有灵，他们不懂什么是告别，只知道那个最爱他们的人不见了。想他了。吃饼。第15天，封印解除了，没有任何征兆。李塔主，封印解了，打算走？饼还没烙利索，走什么走？那就留着，灶台归你了。1年后，苍蝇山变了个样。比我烙得好，本来就比你好。沈爷爷，你变年轻了，脸上的褶子少了好多。你四叔的符好使，回来了。姐姐又哭了，穗穗说过不许哭的。这次是开心。
大坏蛋，碎碎说过的，带10块高高。碎碎自己捞的，让四叔教的，练了好多次。大坏蛋，你瘦了还是胖了？多吃点就不像骷髅了。甜了，甜的才好吃。尝尝。大坏蛋，你会烙饼啦，跟单爷爷的一样好吃。比他好。吹牛。吃饼。大坏蛋，碎碎回来了，带10块高高，说到做到。